欢迎收看投资硬总经。我们都知道，汽车产业是目前全球非常重要的经济产业，也是各家车厂或各国之间博弈的重点领域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中国电动车的生存战早已开打，在欧美的围堵下，游戏规则很有可能会全面翻转哦。事情要从2009年开始说起，当时中国政府宣布了电动车补贴政策，之后中国汽车产业就开始快速发展，再加上特斯拉在电动车领域的引领，更是让中国在2023年超越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外销国家。仔细拆解来看2023年中国全年生产汽车3016.1万辆，销售了3009.4万辆，这当中新能源汽车生产了958.7万辆，并且卖了949.5万辆，也就是说新能源车占中国全部汽车的生产与销售比率分别是 31.79% 与 31.55%， 而卖到国外的汽车总量总共522.1万辆，其中有120.3万辆是新能源车，比2022年成长了 77.6%。 根据企业咨询公司 AlixPartners 发表的报告指出，中国从2016年到2022年补贴新能源汽车570亿美元，是中国能够快速发展与壮大汽车产业的关键。面对这样来势汹汹的竞争，传统车厂难道会坐以待毙吗？当然不会，尤其是针对汽车产业相当敏感的欧美，更是绷紧神经。在整个欧洲，从事汽车产业相关的工作人员约有1400万人，大约是欧洲就业人口的 6%。 我们可以看到，欧盟主席在2023年9月发表的欧盟年度咨文里面提到，要面对中国提出反补贴调查，并且会在10月4日启动这个调查。而调查的重点呢，就是中国出口到欧洲的9人座以下新能源汽车是否有补贴。那这个调查很严重吗？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吗？依照欧盟的规定如果发现贸易对手国家有补贴的事实，那么欧盟就可以在调查后的9个月开始针对这个国家课征临时性关税，而税率至少是 10%。 这样来看，最快的时间大约就会落在2024年的7月。我们接着来看在2022年进口到欧盟市场的新能源汽车，中国占了 8%。 欧盟委员会预估，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，到了2025年会快速上升到 15%， 这将会严重影响到欧洲的汽车产业。那么到底是哪一家车厂这么厉害呢？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前5名分别是比亚迪、特斯拉、理想、蔚来与小鹏。他们在中国境内的销售数量则分别是 186.35 万辆、71.17 万辆、23.46 万辆、12.25 万辆以及 10.94 万辆。撇除特斯拉在中国大力补贴的政策加持下，比亚迪和理想的实力已经能够在国际上和其他车厂展开竞争，而比亚迪更是连巴菲特都下场参与投资的佼佼者。稍微回顾一下，在2008年9月，巴菲特花了18亿港元买了大约 20% 的比亚迪股票。紧接着2009年，中国政府就宣布电动车补贴政策，一直到了2022年第3季才卖出比亚迪的股票。接着大家都知道，22年的12月31日，中国停止了电动车补贴政策。从事后的角度来看，巴菲特投资比亚迪的时间跟中国的补贴政策高度重叠，不得不令人佩服。中国在政策补贴电动车的情况下，让汽车产业成为全球数1数2的强势企业。面对这种威胁，欧盟祭出了反补贴调查。那么美国呢？在进一步说明之前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按赞或分享。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的50周年，不论您是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或是针对您喜欢的那一集留言赞助，都能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。我们同样来盘点一下，以最近的统计数据来看，全年卖出150万辆以上的汽车市场总共有11个，欧盟里面有德、英、法、意4个国家，美洲则是有美国和加拿大。虽然目前中国的电动车还没有卖到美国但是在2024年的2月29号，
美国白宫就已经先防患于未然了，他宣布针对中国进口电动车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。也就是说，美国担心中国制造的汽车会透过车联网收集敏感资料，并回传中国。面对这种担忧，美国如果调查后发现确实会造成国安威胁，那当然就会实施限制。这样一来，刚刚说的11个汽车市场已经有6个正在准备限制中国电动车的进口。那如果再加上民间十分反感中国的印度、日本与韩国，可以说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前景十分令人担忧。而中国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，十分仰赖的政策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。这种政策有利有弊，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哦。首先是华为与中兴销售的 5G 基地台，这2个公司被欧美制裁后，6G 制定新标准的会议，中国就没有机会参与了。另一个案例是举全国之力发展半导体，还成立了许多基金来补贴各家半导体企业，但结果我们目前可以看到，先进制程的技术迟迟无法突破，还有一堆负责半导体的官员在2022年第3季被集体逮捕。而眼下的电动车产业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吗？我们在第31集时说过，欧美的政治版图很可能会全面右转，连带的能源政策也有可能会完全翻盘。原本欧盟打算2030年减排二氧化碳 55%，2035年禁止贩售燃油车，最后在2040年只让电动车上路。不过这个计划因为俄乌战争与地缘冲突让能源价格暴涨，使得再继续推行新能源政策变得十分困难。换句话说，2024年6月即将改选的欧洲议会将有可能会让燃油车的限制重新被打开。一旦反气候议题与反新能源政策的政党或政策在欧美占据上风，那么大力扶持电动车产业的中国，如果无法再把电动车卖到国外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算我们撇除国际市场，单纯内销，中国汽车市场有办法消化吗？我们可以看到，最近才刚推出超低价油电混合车的比亚迪，售价只有 7.98 万人民币，大约新台币35万元左右。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啊？根据新华社的报道，主因是库存压力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消费力已经在下滑了。再看看更具体的数字，中国汽车市场1月总共卖出了 203.5 万辆，比去年12月衰退了 13.9%。其中新能源车销售 66.8 万辆，比上个月衰退了 40% 啊。总结来说，如果欧美没有树立贸易壁垒，或者是其他限制调查，那么如此低价的电动车会让比亚迪成为最大的赢家。但如果欧美的政治版图与能源政策翻转，那么2024年的年中之后，就会是中国电动车产业的生死存亡之战。财讯粉丝团们，您认为中国电动车有办法继续称霸全球汽车产业吗？ A. 可以，低价政策能抢占全球市占率。 B. 无法，关税与各种调查会让竞争力下滑。 C. 资料不足，难以判断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应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